厉害，这个东西确实。哎，美的是字，是字，我给谈给大家。一位2000年前的西汉公主死后，不光穿着皇帝专属的金缕玉衣，整体看起来骨面比较光滑，骨骼也比较纤细，倾向于她是一位女性。她的肛门竟被塞上了一块玉，这可不是盗墓小说瞎编，而是2018年陕西白鹿原考古现场的真实发现。可汉代有明文规定说，金缕玉衣只有皇帝能用。这位胆大包天的公主到底是谁呢？为何她能打破礼法？这不禁让人遐想，难道她如武则天一般，也曾登上权力巅峰，成为女皇帝吗？而随着考古工作逐步深入，专家不仅揭开了这一谜团，还牵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西汉皇室秘史，以及2对夫妻截然不同的人生与墓葬故事。今天眼见古今，就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去揭开这位西汉公主背后的神秘面纱。白鹿原，这片因陈忠实同名小说闻名的黄土台原，自古便是风水宝地。2018年，西安白鹿原厉家村的基建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施工队的挖掘机一铲子下去，竟挖到了奇怪的东西——青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青砖在古代可不是寻常物件，大概率与墓葬有关。施工队不敢耽搁，立刻联系了考古部门。很快，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火速赶到现场，一场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启。经过初步勘探，专家发现这片区域竟密密麻麻分布着20多座西汉墓葬，其中最为瞩目的当属1号大墓。站在1号墓的墓道口，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那墓道犹如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型深渊，整整60个梯形阶台，600多级台阶呈螺旋状向下延伸，从地面俯瞰，就像一个巨大的螺旋阶梯，又仿佛是一座精心构筑的地下金字塔。这些台阶不仅是视觉上的奇观，更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专家们推测，这些台阶是当年造墓工匠为了方便上下运输泥土而特意修建的。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的西汉时期，要完成这样的工程，难度可想而知。经过测算，1号墓的填土量高达3.5万立方米，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呢？相当于我们今天35台挖掘机的作业量。要知道，在西汉时期可没有现代化的工程机械，全靠人力一点点挖掘搬运，这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啊！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奢华的墓葬形制，墓主人的身份显然非同一般。专家们初步推测，墓主可能是王侯级别的显贵。紧邻1号墓的是2号墓，虽然规模稍小，但也不容小觑。因此这2座墓葬估计是夫妻合葬墓。根据古人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他的旁边明显小于他的2号墓，应该就是这位尊贵之人妻子的墓葬。因此专家决定优先对1号墓进行重点发掘。但这座大墓究竟埋葬着怎样的人物？为何会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仅仅通过墓葬形制还无法得出确凿结论，接下来的发掘工作才是揭晓答案的关键。考古队员们怀揣着紧张与期待，继续投入到细致的发掘之中。2018年12月18日，1号墓的填土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离墓底就剩10厘米了。考古队员们的心情也跟着激动起来。就在大家满心期待能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时，一个令人揪心的情况出现了：墓顶赫然出现盗洞。盗墓贼的光顾让专家们的心瞬间凉了半截。要知道，古代盗墓贼手段狠辣，无孔不入，众多珍贵文物都毁于他们之手。所幸的是，墓只有1个盗洞，规模还不大，说明里面的陪葬品应该保存得不错。想想曹操当年盗掘梁王墓，那可是搬空了整个墓。果不其然，就在清理脚下表层的泥土时，不多时便出现了大量的碎片，一件小型青铜器和一堆方形玉片露了出来，这可是个好兆头。没过多久，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个小玉器，这是下葬时放在墓主人嘴里的口函。不久后，惊喜接踵而至，几个金器也陆续出土。
这才刚开始发掘就有这么多收获，考古队员们简直乐开了花。其实在此之前，考古队在其他墓葬里也发现了不少值钱的文物，比如21号墓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铜宣，也就是古代的小水盆。这铜宣的底座是3个赤裸上身的匈奴人，扛着宣身，脸上还带着一丝苦笑，看着挺滑稽的。更重要的是，铜宣上刻着襄城家铜宣，容3斗重9斤的铭文。在汉代家一般指王侯，所以专家们认为这铜宣可能是某个襄城侯的。史书记载，襄城侯一共分过2次，其中一位襄城侯刘弘还当过皇帝，就是汉后少帝。可惜的是，他不是汉惠帝的亲生儿子，于是被权臣废除了。不过21号墓显然不是刘弘的墓，因为规模太小了，而且根据骨骼鉴定，墓主人年龄也跟刘弘不符。专家们经过仔细研究铭文和其他陪葬品，认为这件铜宣该是襄城侯韩婴的，被他送给了21号墓的主人。我们接着说回1号墓，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墓室里的陪葬品越来越多，棺椁的形制也渐渐清晰了。棺椁上覆盖着大量木炭，用来防潮。棺椁分为主箱和侧箱，这是先秦时期楚国的葬俗，看来这一带受楚文化影响很大。随着挖掘的深入，1号墓里出土的文物可以说是琳琅满目，陶编钟、陶神兽、玉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精美的彩绘陶俑，陶编钟制作精良，浑厚质朴的色泽与青铜器并无二致，陶制神兽威风凛凛，身上纹饰精美，堪称精品。专家推测，这应该是编钟底座，神鸟立于龟背之上，看起来有仙风道骨的感觉，脚下是只大胖乌龟，悠然自得。而1号墓中最重量级的文物是这些精妙绝伦的女陶俑，可惜木炭弄花了陶俑精致的脸庞，好在天生丽质的姿态根本不受木炭的影响。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提取这些陶俑，生怕弄坏了这些宝贝。修复文物是个细致活儿，专家们耐心地将破碎的陶俑、陶仓、陶房等一件件复原，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陶器，仿佛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王朝。经过复原，一组由陶俑组成的地下乐队惊艳亮相。乐师俑们姿态各异，有的双手虚抬，仿佛正轻抚琴弦，虽木质乐器早已朽坏，但那份专注的神态仍栩栩如生。舞女俑长袖翩跹，裙摆褶皱精细到连膝盖的弧度都清晰可见，发髻高挽的长嘴髻更添灵动，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的汉宫舞姬。最妙的是，考古团队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场千年演出，以陶俑的动作为线索，结合宫商角徵羽的汉代音律，复原出编钟的浑厚，丝竹的婉转。当虚拟乐声响起，陶俑仿佛瞬间活了过来，长袖翻飞与琴瑟和鸣交织，令人仿佛穿越到西汉贵族的宴席间，亲眼见证了一场凝固在泥土中的音乐会。经过细致的清理工作，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出现了。历经1000年，墓主骨骸已经散落风化，只找到一堆骨头残片。不过通过墓主的骨骼纤细，而且骨面光滑，关节还能完全愈合，并且无明显的退行性变化，初步判断她是一位女性。这个结果让考古专家极为震惊，一座家族墓葬群最大的墓葬竟然是一位女性。但因为发掘现场条件有限，墓主人的残余尸骸被完整提取，送到了后方的实验室中进行进一步分析。而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依旧在对一开始发现的大量玉片进行搏斗。1个月的持续清理工作，这些玉片越来越多，并且分散在墓室的每个角落。这又是一项浩大的提取工作。但墓室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玉片？有着什么作用呢？专家心里有一个极为兴奋的猜测，这会不会是一件玉衣？盗墓贼的破坏却让这项工作变得困难重重，金丝都被古代盗墓贼抽走了，他们只认金子，玉片全扔了，导致玉片散落各处。仔细观察，部分玉片的边缘还残留着刀割痕迹与金丝的痕迹，这表明它们曾经是用金丝串联在一起的。这正是典型的金缕玉衣组件。说到汉代的玉衣，
就相当于古人的高级寿衣，皇帝穿金线缝的，王爷穿银线编的，小贵族只能穿铜线串的。这些用几千片玉石打造的玉甲，比现在的奢侈品包包还讲究等级。而金缕玉衣堪称汉代丧葬制度中最为顶级的炼具，按照当时的严格礼制，只有皇帝和极少数刘姓诸侯王死后才有资格享用。金缕玉衣的出土数量极少，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一件玉衣至少有2000枚玉片组成，用金丝精心穿缀而成，不仅造价高昂，制作工艺更是复杂的超乎想象。每一片玉片都需经过精心打磨，大小、形状、厚度都得精准一致，金丝的穿缀也极为讲究技巧，稍有差池便会损坏玉片。但一件玉衣至少要有2000枚玉片，这真的会是一件玉衣吗？在现场，玉片已经提取了800多枚，但距离2000枚还是有一定的数量，清理工作依然还要继续。随着玉片的不断出土，考古队员们对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充满期待。然而，盗墓贼的破坏却让这项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他们为了盗取穿连玉片的贵金属线，将墓室中的金线拔出，导致玉片散落各处。截至目前，考古队员已经发掘出土了2240枚玉片，但要将它们重新拼凑成完整的金缕玉衣，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家们对墓主的身份也更加好奇了。除了金缕玉衣，墓中还发现了一套完整的七窍塞，用来塞住耳、鼻、口、眼，甚至肛门。这些泛着幽光的玉块，乍看像精致首饰，细究却发现，它们竟是汉代人给尸体上锁的终极道具。这套玉器来头不小，眼睛盖着椭圆玉片，耳朵塞着小圆柱，鼻孔对进三角锥，嘴里含着玉蝉，连肛门都塞着短玉柱，仿佛把尸体封成玉石粽子。汉代贵族深信金玉毒9窍，尸体永不朽。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会从7窍漏走，唯有玉石能封住漏洞，既保肉身不腐，又能让灵魂在阴间继续享福。可在古代，男性一般仅用6窍塞，为何这位墓主会多出一个肛门塞呢？难道墓主是女性？专家研究后发现，在古人的观念里，玉质鞘塞在汉墓里面非常常见。一般男的是个有6窍塞，女的呢比男的要多一个，是7窍塞。女性7窍通灵，为防止灵魂从肛门外泄，以实现尸身不朽，故而要用玉塞堵住肛门。玉塞表面还涂有朱砂，在古代，朱砂具有辟邪防腐的寓意。如今再看这些玉塞与玉衣，像极了古人一场荒诞的永生赌局。他们用最珍贵的玉、最玄乎的仪式，对抗着最原始的恐惧，以为穿上金缕玉衣就能肉身成圣。海昏侯刘贺虽未使用金缕玉衣，但他的墓中也出土了完整的玉9窍塞，包括肛门塞与钮钟形玉汉。而满城汉墓的刘胜与窦婉则身着金缕玉衣。刘胜的玉衣有2498片和田玉以金丝编缀，其妻窦婉的玉衣则因性别差异增加肛门塞，并涂有0.3毫米朱砂层，既符合《神农本草经》中丹砂安魂魄的记载，又暗含女性7窍通灵的阴阳观念。只不过这些费尽心思的玉炼葬具，最终也未能阻挡尸体腐朽。刘胜的尸骨仅存残齿，刘贺的遗骸也差几乎腐烂殆尽，反倒是不穿玉衣的辛追夫人成了东方睡美人。这种永生执念还体现在其他陪葬品上，一件出土的陶仓上刻着万石仓，陶灶刻着大厨，陶珠刻着肥臀，连厕所模型都刻着洁净2字。古人觉得死后世界跟现实一样，得把生活刚需备齐，玉塞是防漏装备，玉衣是宇航服，陶仓陶灶是生存物资，缺一不可。但是要揭开墓主的真实身份，仅靠这些文物还远远不够，还需更为直接的证据。就在这时，一件毫不起眼的封泥进入了专家的视野。封泥上清晰地印着绛系嘉诚4个字。绛在古代是一个地名，同时也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的封地，周勃被封为绛侯。而嘉诚是古代贵族家中的管家。这枚封泥的出现，瞬间将墓主与周勃家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周勃在西汉初期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又在铲除诸吕、拥立汉文帝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周勃墓在汉高祖长陵附近，那必然不是周勃。那眼前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周勃之子周胜之，还是另有其人呢？此时，后方实验室的结果页出来了，1号墓主竟然是一位年龄在35至40岁的女性。从头骨上的耳党痕迹可以判断，她生前佩戴过贵重首饰，这说明她的身份不凡，而盆骨特征则明确指向女性身份，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个发现完全颠覆了最初考古队员对1号、2号墓葬夫妻关系的判定。她肯定不是绛侯，那么现在只有一种解释，她是绛侯夫人。可是古时男尊女卑，妻子的墓葬应该不会比自己的丈夫大啊。很显然，这个绛侯夫人的身份极不简单，那么她究竟是谁呢？在男尊女卑的古代时期，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子能够享有如此的殊荣呢？于是专家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试图从史书中找到答案。终于，他们在史书中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汉文帝曾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周胜之。结合墓葬中出土的金缕玉衣和其他珍贵文物，专家们大胆推测，1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汉文帝的女儿，也就是周胜之的夫人。这样一来，所有的谜题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作为汉文帝的女儿，她拥有皇室血统，身份尊贵无比。在她死后，父亲汉文帝为了表达对她的宠爱和思念，赐予她金缕玉衣作为葬具，这在当时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只有皇帝和极少数刘姓诸侯王才有资格享用。那些精美的玉片、珍贵的金器以及其他丰富的陪葬品，都成为了他尊贵身份的象征，也见证了父亲对他的深深父爱。那么，如果大墓主人是公主的话，2号墓墓主是不是周胜之呢？为了验证这一历史真相，2号墓的发掘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可惜的是，20平方米的墓室内被盗严重，文物存留很少。当对2号墓主人的骨骸进行鉴定后，结果显示墓主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结合史记中对周胜之寥寥几句的记载，子胜之代侯，6岁上公主，不相中，作杀人，国除。他在继承爵位后，因杀人被褫夺爵位，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信息都与2号墓的情况相吻合，因此可以基本确定2号墓的主人就是周胜之。史书一句不相中也道出了这段婚姻的无奈与悲哀，这两人的感情并不好。在那个时代，政治联姻是一种常见的手段，婚姻往往成为了权力与利益的附属品。从墓葬规格也能明显看出两人地位的差异。1号墓的公主墓规模宏大，墓室4壁60个梯形阶台，600多级台阶错落有致，墓道填土达 3.5 万立方米。随葬品奢华无比，金缕玉衣、精美的青铜器、陶编钟，还有象征奢华生活的乐队陶俑，无一不彰显着公主尊贵的身份。而2号墓的周胜之墓规模相较于公主墓小了整整1/3，墓道全长只有29米，上口宽 1.6 到 6.5米，墓道两端设有平台，西端连接着 7.5 米长的甬道，甬道南北两侧有2个普通结构的耳室。随葬品大多是青铜剑、陶戟等武备，显得颇为简朴。这种妻墓大于服墓的现象，在男尊女卑的西汉社会简直难以想象，也从侧面反映出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其身份和地位远超驸马。那么，究竟是哪一位公主呢？汉文帝的女儿。最有名的是馆陶公主刘嫖，窦皇后的掌上明珠，封地在清河，有汤沐1万户，相当于独立王国，还能给汉景帝推荐美人，促成金屋藏娇。而1号墓的墓主人，史书记载只有《汉书文帝纪》里1句元年，以公主妻周伯子胜之称为绛邑公主，具体姓名史书未明确记载，连生母都没提，推测是庶出。婚姻也被作为汉文帝登基后的政治筹码。
这种差异正是汉代嫡庶制度的真实写照。窦皇后作为汉文帝的正妻，其子汉景帝刘启与馆陶公主自然地位尊崇，而庶出的绛义公主虽贵为皇帝之女，却只能通过政治婚姻维系家族地位。然而，绛义公主墓中的金缕玉衣却透露出父亲汉文帝对她的特殊关爱，即便在嫡庶分明的宫廷，亲情仍在制度缝隙中生长。2021年，距离厉家村仅4公里的江村大墓被确认为汉文帝霸陵。震惊世人的是，这位以薄葬闻名的皇帝陵墓中竟只有陶俑、瓦器陪葬，陪葬品数量仅为母亲薄太后南陵的1/10。但在女儿绛义公主的墓中，我们却看到了金缕玉衣、青铜重器、奢华乐队陶俑，这种对己薄、对亲厚的反差，恰恰展现了汉文帝的人性光辉。相比之下，汉文帝和窦皇后的婚姻虽然也是政治因素占了很大一部分，但两人携手走过多年，相互扶持，感情深厚。他们的合葬墓霸陵和窦皇后陵以亚字形墓室、官署外藏坑等宏大的规模，彰显着帝后共治的威严。这和公主与周胜之的婚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帝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信任，一个是政治联姻下的貌合神离。白鹿原大墓群的挖掘还在继续，当考古队员清理完1号墓的金缕玉衣残片，转身开挖这2座紧挨着的小墓时，3号墓与4号墓中一个奇特现象引起专家注意：4号墓的墓道竟打破了3号墓的墓道。在汉代墓葬中，墓道的布局通常有着较为固定的模式，大多是平行排列或者相互独立，像这种墓道相互打破形成 L 型结构的布局极为罕见。1号墓与2号墓虽然同处一个墓园，看似是夫妻合葬墓，但实际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他们的墓道各自独立，没有任何相互连接或交叉的部分。这种分房葬的设计像极了现代夫妻分居，生前政治联姻，死后各过各的。这种设计与3号墓和4号墓那种灵魂之道的温情设计截然不同。经考证，这是一对夫妻合葬墓，4号墓主为女性，3号墓主为男性。墓道的打破并非施工失误，而是刻意为之。古人相信灵魂会沿着墓道出入，墓道相交意味着灵魂相认，永世相随。可以推测3号墓和4号墓主人之间感情很好。这种浪漫的葬俗设计在周胜之夫妇的墓葬中虽未出现，却让我们得以窥见汉代贵族对婚姻的珍视，即使在生死相隔的世界，也要为爱人留下灵魂相通的通道。目前关于他们的身份尚无确凿定论，2座墓葬中也早已尸骨无存。但从墓葬规格和出土文物来看，他们的婚姻与生活和1号墓、2号墓这对夫妻截然不同。在3号墓中出土了一枚绶带印，它是铜制的，中间有一个孔，方便用丝带穿过去，悬挂在腰间，以便随时使用。印的2面分别刻有董彦志和陈彦志，董彦志代表主人的姓名，陈彦志则可能是一种自谦的称呼，由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代的一位官员。然而考古人员遍寻史料都没有找到关于这个名字的记载，这位墓主人的身份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在3号墓和4号墓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在3号墓的耳室中出土了一些精美的彩绘陶器，这些陶器色彩鲜艳，图案精美，描绘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神话故事。而在4号墓中，除了常见的陶器和玉器外，还出土了一些木质的家具和装饰品。虽然这些木质物品已经腐朽，但仍能看出其精致的工艺。这些文物的出土为我们了解这对夫妻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提供了重要线索。从玉衣璀璨的公主到陶珠成堆的平民，4座墓葬映照出汉代婚姻的2种极端，一边是政治联姻的华丽空壳，用玉塞堵住七窍也堵不住灵魂的孤寂；另一边是烟火人间的相濡以沫，灵魂通道连接的不仅是墓葬，更是生死不渝的牵念。当博物馆的灯光打在玉衣上时，人们惊叹于皇家的奢靡，但当那对陶珠在展柜中依偎时，
或许更多人会想起，无论古今，真正的温暖从来与身份无关。或许白鹿原大墓群最珍贵的并非御医陶俑，而是它告诉我们，无论古今，婚姻的幸福指数从来不靠陪葬品的等级决定。当白鹿原大墓的发掘尘埃落定，2200余片金缕玉衣玉片等待修复，出土的玉片中有些还带有非纯金的金丝，从这些可以推断，这件玉衣介于金缕玉衣与银缕玉衣之间。修复专家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大量的玉片修复成它原本的模样，他们将重新拼合出一位公主的尊贵与遗憾。这座大墓不仅是汉文帝之女的长眠之所，更是西汉王室的情感标本。周胜之夫妇的婚姻悲剧与3号墓夫妻的温情相守，共同勾勒出权力与情感的复杂图谱。而七窍塞、金缕玉衣等文物，既承载着汉代的丧葬信仰，也诉说着一个王朝对永生的追求。站在白鹿原上，回望这片黄土下的千年秘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考古发掘的震撼，更是中华文明中关于爱、权力与生死的永恒思考。那些沉睡的文物终将苏醒，继续向世人讲述属于他们的西汉往事，而人类对历史的探寻也将如同这黄土台原上的风，永远不会停息。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是我们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谁能知晓未来还会有多少神秘古墓被发掘，又将揭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呢？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次的古墓探秘之旅。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这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